我曾经在2024年3月份在山西连续2次闯进政府大院，然后去实拍藏在后面的2处古建筑。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的那一次，我逛的是盂县西关三圣寺，现存建筑竣工于公元1207年，现在已经有了818年的历史。而在山西省朔州市代县的那次，我逛的则是阿育王塔，这是一座命途多舛的古塔。按照最近一次的重建年代，也就是公元1275年算起来的话，它已经有了750年的历史。不得不说啊，山西的地上文物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可谓之比比皆是，他们指不定放在什么地方了。我们先从盂县的西关三圣寺说起来，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宝，我个人推测，除了因为它是金代建筑之外，还因为它的建筑足够大，进深一共是8船，这种年代又古老、体量又巨大的建筑，在整个山西也没有几座，所以有些金代建筑就只能是省宝。但是它就有资格被评为国宝。去西关三圣寺自驾过去就可以了，我把车停在了侧门外边，然后从门口登个记就可以进去参观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盂县的西关三圣寺大殿的前边啊，它这个在政府的院里边，一会儿咱们来看一看这。走进县政府大院之后，我突然有了个疑问，这座建筑它为什么会在县政府的院里呢？这是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，官方做了全面修缮之后，就把这座建筑当成了县政府的会议室。当然了，现在有的是大楼，就用不着它了，所以就腾退出来了。但是西关三圣寺其他的建筑，像是原有的山门、钟鼓楼、天王殿等等，基本上都没保留下来，现在就只剩下这一座正殿了。三圣寺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它最初的名字，它最早叫净土院，属于哪一宗的一目了然。不过到了后来，这边因为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以及文殊普贤2位菩萨，合在一起就是华严三圣，所以就改成了三圣寺。如今这座建筑的外观看起来没什么严重的病变，那是因为在2017到2018年这边又做了一次全面修缮，当初存在的各种问题就都一次性解决掉了。但遗憾的是，现存的这座西关三圣寺大殿是大门紧锁的，之前这座大殿的内部还曾经布置过展览，但是现在看不见了，所以只好看看外观。西关三圣寺的大殿是一座面阔5间的悬山顶建筑，它的斗拱多用斜拱，看起来非常硕大舒展，这就是金代建筑的常见特征。如果仔细看，你还会发现它的斗拱上方还被雕出了几个龙头，而建筑后侧的斗拱造型看起来就比较简单，是一根大额方从头戳到尾，其余的部件仅仅充当点缀。屋顶正中央的几叉就是一个狮子驮着一个造型复杂的宝瓶，承载它的正脊也是用琉璃制成，且多用龙凤、花草等浮雕形状。外侧的盘龙大稳则是用黄绿2色琉璃瓦制成的。现在建筑的外围已经变成停车场了，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，但有的车位是空余的，还能在这边看到建筑自带的风洞。如果往山面的墙上看，还能看到很多带着铁锈的长钉，这些叫做壁虎钉，是用来连接砖墙和内部木结构建筑的构件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盂县的西关三圣寺。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我去代县看阿育王塔的故事。这边我也是自驾过去的，附近的广场有免费停车场，停车非常方便。停车场的附近有一节古老的夯土城墙残迹，但在山西这些东西根本排不上号，要是换个城市早就当成祖宗供起来了。走了一段之后，我能隔着墙看到这座塔，但是不对劲儿，怎么越走越远呢？看来我是走错路了，就连忙走回来，看了指示牌才知道，原来这座塔在县政府的后院里。如今代县的县政府本身是代州衙署的旧址，这套建筑群始建于明洪武年间，属于是中国华北地区较为大型且较为完整的州属衙门。如今它的仪门与大堂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但被保留下来的衙署大门如今已经是县政府的入口了。想要参观阿育王塔，直接进这个门就行。至于这边用不用登记，这事儿我给忘了，就算需要登记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签个单子就可以进去参观。现在我们走进县政府院内，然后一路往后走，感觉这后半截的地方不像是政府，反而像是个景区，还有代州古城旅游导览图呢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总算是看到这座古塔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代县的阿育王塔，看我背后就是这座塔。
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看看它。阿育王塔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塔塔身为圆形，它的底部有2层覆帘，1层仰帘，其中的2层又形成了一个束腰须弥座，再往上则是13层的相轮，而塔刹的顶端则是被叉杆串联起来的葫芦形宝珠。如今这座塔的下边仍有一座高高的台基，有很多人在周围绕塔行走。塔本身的历史其实要比我们刚才所说的750年要更为久远。此塔始建于隋朝，一开始叫做龙兴塔，而且是一座木塔，然后唐朝灭佛的时候就把它给灭了。之后佛教复兴时，此塔又于唐大中元年被重建，并被改名为元国塔。在北宋年间，它又被雷火焚毁了。再次重建的时候，就采用了阿育王塔这个名字。在金兴定元年，元兵入侵的时候，这座塔又被焚毁了，可谓之命途多舛。而元代人重建它的时候，终于开窍了。既然木塔经常被焚毁，那就改建成砖塔如何？毕竟砖的火焰抗性要比木头高多了，而且韧性也不低。后来清朝地震的时候，它也仅仅是局部损坏而已。但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如今现存的阿育王塔为实心藏式喇嘛塔。为什么会是一座藏式塔呢？因为蒙古人非常尊崇藏传佛教，也就是喇嘛教，所以他们才会把塔给建成这个样式的。所以这座塔的亮点并不在于外形上，而是在于它的历史传承。说到这里，就得介绍一下阿育王的故事。这位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帝国的国王，他原本是个性情暴躁、经常杀戮的帝王。后来他发现自己作孽太多，最后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大力兴建佛寺，召集僧人，给佛教捐出了大量的财物。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，他甚至将世尊释迦牟尼留下的舍利分成84000粒，并送进84000座塔中供奉。这些塔都被称为阿育王塔。不过这个84000不知是虚指还是实际的数量，但这并不是重点。我们要了解的是，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眼前代县的阿育王塔就是其中的一座。敦煌文献 P2977 里也确实有这个记载。我们综合以上全部资料，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历朝历代都如此重视这座塔，小损伤就整修，大损伤就重建，说明这座塔意义非凡，不然大家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。看来有很多人相信塔中是有佛骨舍利的。虽然大家有这个共识，但咱们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，因为截止到目前，我们不知道舍利在哪里，是在塔身之内收藏，还是下边另有地宫，这都是未知数。之前有盗墓贼挖过，但是失败了，1个月都没挖出来地宫在哪儿。什么时候官方发掘了、实锤了，我们才能给出最终的结论。到这里，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的代县阿育王塔。看完之后，我到外边的停车场，打算离开代县，直奔朔州市区的崇福寺去了。但刚才航拍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停车场的中间居然还有一座灰蒙蒙的歇山顶小房子，这个看起来有点来头啊。走近了一看，我才发现这座建筑竟然是代县的文昌祠，它是代县的县级文保单位，始建于明成化年间，到现在也有400-500年的历史了。原本这边拥有一整个院子的建筑，但如今就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正殿了。这座正殿前出抱厦，抱厦自身是面阔3间，建筑本体则是面阔5间。在几百年前，它承载的是无数中国人对功名的渴求与仰慕。不知在这座小殿之内有多少得意人和失意人来来往往，但如今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停车场的中心，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者。我们常说地上文物看山西，是因为山西这边的古建筑数量比起其他省是压倒性的多。如果我们在这边只能看到一座阿育王塔，就很难理解代州一地的古老格局。但如果看了全域图，见到了文昌阁以及衙署之后，大致就能想象到那古老而繁华的城市该是个什么样的框架，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的生老病死，在他们短短的一生里又有多少爱别离、怨憎会以及求不得，那便是这些古建筑可以告诉我的事情。如今人们的七情六欲也不过是古人七情六欲的重演而已，可惜在那个年代，人们能走的路终归还是太窄。而在日渐进步的时代，我们终归有了更多的选择，未必要在科举这一条路上耗尽一生。那便是我在过往的旅途中所亲眼见证的历史变迁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